2月点3点，好运连连连。点3连的观众考试都 pass， 分数都 good， 点的越狠，分数越高。你好，欢迎回到静香的频道。疫情以来呢，加拿大的很多政府和职业的考试呢都改为在线了，加拿大入籍考试呢也不例外。如果你已经收到了在线入籍考试的邀请的通知，那么看完这期视频，相信你会有十足的把握走向考场，心里不紧张，因为不会乱。那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吧。第一项，在线入籍考试基本情况。加拿大入籍考试的语言呢是英语或者法语，可没有中文啊。做题时间呢是30分钟，有20个问题，答对15题通过考试，分为选择题和对错题。题目都是来自于这本书 Study Guide Discover Canada。 这本书呢在移民局官网可以找到，你也可以在线阅读或者是下载，也为视力不好的人呢提供了听书的功能，一共有64页。如果你的英语不太好呢，看书时理解有问题，我这里还有一个中文版本的连接供你参考。连接呢我放在描述栏里了，可以下载观看。但是考试可没有中文啊，这个只是帮助你理解用的。所以请大家定期查收邮件，包括垃圾邮件。移民部的邮箱后缀呢是这个，也要定期查询申请进度。第二项，考试通知。收到通知起的21天之内呢要进行考试，你自己选哪一天考都可以，但是一定要在21天之内考完。如果你不在加拿大或者有其他事情不能在21天之内考试，需要延期考试，那么需要向发送考试邀请的办公室发邮件解释原因。移民部的官员呢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延期，必须本人在加拿大才可以参加考试。由于疫情呢，你有可能滞留在加拿大以外的地方无法回来，或者呢不想回来。有人可能会觉得反正是在线考试，我在哪里考都一样，但是移民部的规定呢是要求你本人在加拿大的。在线入籍宣誓呢也是需要你本人在加拿大才可以。你呢需要给自己1个小时的时间来准备考试，比如呢你要准备好自己的电脑，你自己的照片 ID， 获取测试连接，设置摄像头。第3点，考试前要做好以下准备。第一个呢就是请准备好个人身份证明文件，枫叶卡或者有效个人身份证明。个人身份证明呢是需要有本人照片的，比如医疗卡和驾照。枫叶卡呢可以过期，但是其他身份证明呢不能过期。之后呢我也会讲到考试时候需要让你用摄像头给证件拍照。第二个呢就是请准备好申请号码和 UCI 号码，在考试通知上呢可以找到。申请号码呢就是 application number， 在邀请信上有。 UCI 号码呢在邀请信上也有。你的枫叶卡正面的 ID number 显示的号码呢也是你的 UCI 号码。第3点呢就是你需要有效的电子邮箱地址。第4点呢，你要有带有摄像头的台式电脑或者笔记本电脑或者平板电脑，因为移民局呢要在考试的时候呢进行监考。第5点，考试环境呢，房间光线要充足，你要独自进行考试。第4项，我们来讲一下登入考试。首先呢，你需要用你的申请号码和 UCI 号码登入考试，填好后呢就点 Sign In， 之后系统会自动检查是否邀请过你参加在线考试。如果是的话呢，你会看到隐私声明 Privacy Notice。 如果你没有收到邀请邮件呢，就登录的话，你会看到 You can't take this test right now。 如果你收到了考试邀请，但仍然出现了不能参加考试的信息，就需要给移民局考试通知办公室发邮件告诉他们你的状况了。阅读后选择 I accept， 就是我接受这个隐私声明。如果误点了 I decline， 就是我拒绝。那么你将返回到登录界面，需要重新输入你的申请号和 UCI 号码。之后呢，你会看到阅读条款这个界面。第1项就是我懂得以上这个条款了。第2项呢就是我自愿在考试中使用摄像头。你要把这2项呢都打上对勾，然后点左下角的 Email me the test link， 就是给我的邮箱发考试连接，他们就会把连接发到你的电子邮箱了。电子邮箱呢是你在入籍申请表上填写的电邮，或者呢是你在电话中心更改过的电邮。当你点击测试连接后呢，需要重新输入你的申请号和 UCI 以确认你的身份。重新确认身份后呢，点 Sign In and Open Webcam 按钮，这样系统呢将打开你的摄像头，给你个人身份证件拍照。你需要将身份证件的正面对着摄像头，确保摄像头里只有身份证和你的手可见。
脸部不用出现。将身份证件呢调整到屏幕的绿色框中，点击 Take a Photo 按钮，确认照片、签名和信息清晰可见后，点 Approve。接下来呢是给你自己拍照，拍照时候呢衣服没有特别要求啊，但是你也别穿跨栏背心就来了，可以戴眼镜儿。脸部呢必须清晰可见，要靠近绿色圆圈中的摄像头，照片中不能有其他人。眼睛、鼻子和嘴啊清晰可见。头部呢要正对摄像头，不能倾斜和转动。没问题呢就点 Approve。在你做好以上所有准备工作呢，就可以点 Start the Test 了。但一定要注意啊，一旦你点下这个按钮，你的30分钟考试时间呢就开始倒计时了，中途呢不能暂停，所以建议提前上个厕所。如果你在30分钟之内呢没有完成测试，系统呢会自动把你已经完成的部分提交。但因为只有20道题呢，所以很多人呢10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了。第6项，那么很多人都会好奇系统是怎么监考的。是这样的，系统呢会使用你的网络摄像头呢随机拍摄你的照片，不会录制任何音频或者是视频，所以你要确保是你自己完成测试的。系统呢也会监控任何异常的活动。之后移民局呢将审核这3种照片呢是不是同一个人，你自己拍的照片，你参加考试时系统随机拍的照片，公民申请中提交的照片。第7项，那么考试的时候什么可以做呢？你的网络摄像头呢要全程保持打开的状态，你要独自参加考试。脸部呢要清晰地呈现在摄像头前，考试的位置呢和光线与拍摄身份证件和自己照片时相同。你还需要关闭电脑上的其他窗口和程序，只能运行考试的网页，就是让你别想偷看 Discovery Canada 那本书，还有你笔记的 Word 文档，系统呢都会监控的。你只能用一台设备参加考试。摄像头视图中呢不要出现包含个人信息的物品，这是保护你个人隐私的提醒。第8项，那么考试的时候呢不能做什么呢？首先呢，你不能通过任何方式呢与其他人交流，你也不能离开房间，因为你无法暂停测试30分钟的计时器。你也不能使用笔记本电脑、台式电脑和平板电脑以外的设备，比如手机。你不能在测试中呢查看任何学习资料，比如 Discovery Canada 字典呢或其他参考文件，所以桌面呢要清理干净一点。第9项，如果考试的时候网络连接断了怎么办？那么你需要呢尽快返回测试，因为断开连接之后呢，30分钟的倒计时仍然在继续，所以请确保测试期间呢你家的网络是稳定的。建议准备一台有流量的手机呢当备用的路由器。你需要使用相同的测试连接返回测试，如果过期了，可能需要重新再登录。重新连接之后呢，问题的顺序呢可能就不同了。第10项，考试界面，这个就是最重要的考试时候的界面了。标记 A 的地方呢就是倒计时器， B 就是说如果你不确定你选的答案对不对，就先在这句话前边呢打个勾，一会儿再来看这个题。在你点上对勾之后呢，右边 D 这个区域这道题呢就会自动变成橙色，代表一会儿呢你还要看这道题，也会提示你还有多少题没有回答和答了多少题。 C 呢就是记住下一题， E 呢就是以不同方式看这个面板，你可以选择列表视图， F 就是你的个人信息。考试的时候呢，倒计时器在倒数5分钟的时候会有红色提示你的时间快结束了。需要提醒你的是呢，请不要点击网页浏览器返回按键回到前一个问题，这样会出现呢将要离开考试的提示。考试进入到最后一道题呢，点 Submit 就可以提交了。这时会出现一个提示页，有2道题呢需要重新检查，如果提交就不能更改答案了，如果要改呢就点 Back。 第11项，考试结果，考试的结果呢会立刻出现在界面上，这也挺好的，不用再受煎熬等着成绩了。但是这个成绩不是你的最终成绩，移民部会审查你的考试结果、照片和任何异常活动，进行复核并确认正式成绩。比如万一有人作弊，考试成绩就无效了。考试成绩界面呢可以打印或者电邮发送，建议打印呢或者电邮留底备用。如果考试过程中呢没有问题，也没有让你补交材料，那么移民局呢会直接给你发送邮件，告诉你在线入局宣誓的通知。不像之前呢在考场考试，考完呢还得跟移民官见面，考完你的语言能力以及审核你的资料。第12项，如果考试没有通过怎么办？第一次没通过啊，会安排考场考试，就是 in person。第2次没通过呢，再安排听证再考一遍。
第3次没通过呢，你们就将通知你下一步该怎么做。祝大家考试顺利啊！这期视频呢是鼠年的最后一个视频了，所以祝大家牛年牛气冲天，无论是学业还是职场都牛牛牛！岁月静好，环看静香，我是静香，愿您分享北美生活心得和实用信息。喜欢我的视频呢，就请一键3连，帮我点赞、订阅、打开通知小铃铛吧。我们牛年见啦！